万一美股暴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假设标普500从5300点跌到4800点，会怎么样呢？嗨，我是邱胖，你也可以叫我肖邦。最近也开始有很多人在说股市过热了 ，AI 可能会泡沫化。那万一真的有哪一天股市大崩盘跌了20%，那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今天我就来带你一口气了解美股的熔断机制。熔断机制可以追溯到1987年，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其实美国在那一年经历了一次黑色星期一，整个股市大崩盘，暴跌超过20%，大家都非常的恐慌。那一次崩盘之后呢，大家就开始意识到说，我们很需要一个安全机制来防止这样子的事情再一次发生。就好像小时候骑脚踏车跌倒了，跌一次非常的严重，你膝盖整个破皮流血，所以从那一次之后呢，每一次骑脚踏车你都知道要穿护膝戴护具，就是要做好安全措施嘛。所以在1987年经历了黑色星期一大崩盘之后呢，美国就研拟出了这一套熔断机制。熔断机制呢，英文全名叫做 Circuit Breaker， 或者是也有人叫它 Trading Curve。Circuit Breaker 其实就是断路器。那这个断路器的用途呢，就是在电路过载或者是短路的时候，它可以自动去切断电路，然后保护电源。那延伸用到股市里面呢，这个熔断机制其实就是暂停交易的意思。熔断机制的目的呢，就是在市场剧烈波动的时候，透过暂停交易的方式，先切断大家的情绪，强迫大家冷静下来，然后叫你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，就像紧急刹车系统一样。当系统侦测到失速的时候呢，它就会自动启动这个系统。那这个熔断机制呢，就是在市场波动过大、下跌幅度太大的时候，它就会启动暂停交易，让投资人有时间去思考一下，而不是在过度的恐慌或焦虑当中去乱做交易，避免投资人在这种必须要马上做出决定的压力之下，然后去做出错误的判断。就像我们小时候吃太多零食的时候，妈妈会突然关掉电视一样嘛，她会叫你停下来，不要再吃了，是一样的道理。举个例子2020年3月9号的时候呢，因为疫情大爆发，所以市场恐慌的情绪就非常的浓厚。那当时标普500呢，在开盘后马上就下跌了7%，导致熔断机制马上就启动了，暂停交易了15分钟。那在这个暂停交易的15分钟之内呢，投资人就可以先冷静下来，先去重新评估这个情况，避免你在过度恐慌的时候去做出一些不好的交易策略。这个就是熔断机制的目的。OK， 那熔断机制的触发条件到底是什么呢？什么时候这个熔断机制才会被启动？想象一下假设现在股市就像是一台高速行驶的汽车，而你就是坐在车上的乘客。当这台车行驶速度过快，或者是遇到危险的时候呢，会有3个不同级别的刹车系统来保护你的安全。那第一级的刹车就叫做 7%。如果标普500指数比前一天的收盘价下跌了 7%， 那这时候就会启动暂停交易15分钟，给所有人一个短暂的冷静期。就像是汽车加速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紧张，有一点不安，那这时候司机可能就会稍微踩一下刹车，这个目的就是要缓解股市紧张的情绪。接下来第2级的刹车呢，就叫做 13%。如果标普500比前一天的收盘价下跌了 13%， 那它就会再一次启动熔断机制，再一次暂停交易15分钟。那这个就是更强一点的警告咯，这个就是提醒大家波动幅度有一点太大了，你要更谨慎一点哦。其实就像是这台汽车更不受控制的再往前冲，再往前加速，那司机就会再踩一次刹车，只是他再踩这一次就会稍微加一点力道。最后第3层次的刹车呢，就是 20%。如果状况真的很糟糕，标普500指数下跌了 20%， 那当天就会暂停交易。这种情况就像是汽车整个失控了、失速了，那这时候司机就要紧急拉起手刹车，强迫停下来。所以呢，具体来说熔断机制其实有3个层级。第1级熔断呢，就是当标普500在同一个交易日内下跌了 7%， 那市场就会暂停交易15分钟。第2级熔断呢，就是当标普500跌到 13%， 那它就会再一次暂停交易15分钟。第3级熔断就是最严重的，当标普500跌到 20% 的时候，当天就会停止交易了。那这个熔断机制的设计呢，其实就是为了给这些在市场上杀进杀出的投资者们一个留白，让大家可以冷静，以免做出一些不太理智的决策。那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在想，那美股发生熔断几率到底高不高啊？历史上真的有发生过熔断吗？是有的，在2020年那一次是最近一次的熔断，而且那一年发生了4次熔断，分别是在3月9号、3月12号、3月16号、3月18号，这4天标普500都被熔断了1次，而且都是第1层的熔断。基本上这个美股要启动熔断机制的几率是很低的啦。你看历史上也启动这么几次熔断而已嘛，再往前推就是1997年了，2008年金融海啸都没有熔断哦。所以过往发生熔断
的次数其实是很少的，更不用说第2层跟第3层熔断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。回过头来讲，那假设真的发生 AI 泡沫化、世界经济危机，那发生熔断的几率高吗？我个人认为这个几率是蛮低的啦。你要知道哦，标普500是涵盖了全美国最厉害、最强的500家公司哦，包括苹果、亚马逊、微软、Facebook 等等的大公司。那要让标普500大跌7%，就等于是这些所有的大公司平均都要跌7%以上，才有可能进行熔断。那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啊，更何况是13%跟20%。就好像你叫所有的台大学生去考国中会考考卷，然后你要他们平均分数在60分以下，是一样困难的事情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那美国的熔断机制跟台湾的涨跌幅限制到底差在哪里啊？台湾的涨跌幅限制是10%哦，如果今天台积电跌10%跌停，或者是涨10%涨停，那不会停止交易哦，它只会到这个价格而已哦，你还是可以挂单交易，只是这个价格呢到这个限制之后就不会再上去，也不会再下去了，就不会有更高或更低的价格出现了啦。台湾是用这种方式来控制大的涨跌幅的交易量，而且呢要到10%才会有。不过美国就更严格，美国7%就会触发一次熔断，而且是直接暂停交易，你是连交易都不行的。然后13%再一次，20%就是整天都不能交易了。所以如果你是从涨跌幅限制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某种程度上来说，美股其实是更严格的，它7%就是执行了，而且暂停交易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个赞。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记得在下面留言喜欢。那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未来的内容，也要记得来订阅我，并且开小铃铛哦。那我们下集影片见，拜拜。股市在1天内暴涨，这暴跌，它可以自动切断电，它可以自动去切断电路，然后保护电源，有够拗口的。